别被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给骗了。17.8万新增就业，失业率下降到4.3%。数据上看，美国经济强到离谱了，可是普通人却越看越慌，因为这个数是真的吗？就连我们都能经常看到啊，美国那些大厂在裁员，很多企业用 AI 替代了员工，留下来的也在降薪，美国人找工作更难了。为什么它的宏观就业数据居然还这么强呢？美国那边给出的解释呢，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局部的行业体感，而非农统计的是整个就业的盘子。某些行业的确在裁员，但不代表整个的美国经济没有新增岗位。你像医疗保健、建筑业以及运输和仓储业呢，都增加了很多岗位。再比如，某些月份呢，会有一些临时的因素，比如说天气呀、罢工结束后的返岗啊，某些行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波动啊，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统计数据。所以，美国普通人经济微观体感偏冷，主要体现在他们是商业、金融或者是科技领域，现在找工作真的很难。而宏观数据的表现很暖，这两件事呢是可以同时成立的。但是呀，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看接下来的2个月，它这个数啊能不能经得起修正，以及修正之后还能剩下多少。首先，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从来不是公布一次就完事儿了，它通常呢还有一个修正机制。这个月公布的这个数，下个月呢公布下一期的非农就业数据的时候，会把上个月的数据啊修正一次，再下个月呢还会把这个月的数再修正一次。也就是说，一份非农数据首次公布之后，后面还要经历2轮的月度修正。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这17.8万的非农就业数据是第一版的答案，不是最终版，后面还要复核2次。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美国的这种平常的月度修正一般能有多大呢？如果我们把历史拉长来看，美国的非农就业从首次公布的这个数值到修正后的最终值，平均的修正幅度大概都在5万多人这个量级。而从首次修正到下个月的修正，平均绝对的幅度呢，大概在4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少几万人，这个都算是正常的，也不能代表他们这个数据就有问题。但如果一个月的数据啊，下个月就被砍掉了10万人以上，那就不是普通的波动了，而是一个非常强的警报。所以啊，美国投资界的专业人士现在看到这个17.8万的非农就业数字，现在呢都没有立刻马上彻底乐观，因为大家不知道下个月这个数还能不能站得住，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特别夸张的下修。2025年8月公布数据的时候呢，说美国当年5、6月份的非农合计被下修25.8万人，相当于那2个月平均每个月都被下修了13万人左右。那说明第一版给的数字已经是非常罕见的夸张了。而且除了刚才我说的2轮月度修正之外呢，每一年美国还得做一次更大的年度基准修正。那个修正啊，会拿美国人的完整税务和失业保险记录去重新估算过去一年的就业水平。那个幅度呢，往往就比平时每个月的修正还要大得多。你像今年2月公布的年度基准数据修正，就说2025年的总非农就业水平呢下修了86.2万人，再往前呢，2024年也整体下修了80多万人。当然了，咱们说的呢是一个辅助判断，现在也不能一下子就给死结论，说人家这个月的这个数就一定不靠谱。因为今年的前2个月呀，美国的非农就业数字下修的幅度还真不是很大。今年1月份甚至还从12.6万人上修到了16万人，2月份呢从负的9.2万下修到了负的13.3万。如果把这俩月合计来算，那只比原来第一版报的数字少了7000人。所以今年的头2个月，美国的非农就业这个修正幅度真不算大。也就是说，咱们到今天为止啊，不能说3月份的17.8万非农就业就是假的，或者说编出来的。那第一次真正检验它的时间点是在今年的5月8号，6月份呢还会有第2次的修正，可信度会更高。那做投资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关注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呢？第一，如果美国的这个就业真的如此像数据表现的这样强劲的话，那美联储还用得着着急降息吗？对市场来说呀，其实最拧巴的一个状态是，它的数据既没有差到让美联储可以痛快的降息救市，也没有好到让所有人彻底放心，认为美国经济重新的走向了复苏。
而这一次的这个17.8万就是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的数字。第一层含义，它是说美国的经济呢没有立刻就熄火。第二层含义呢，就是说，既然美国的就业这么能扛能打，那美联储理论上不应该着急的降息了。可是，一旦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往后推了，那么美元、美债收益率、美股上那些高估值的成长股啊，都会被重新定价，就连黄金也会继续在避险需求和高利率的压力之间来回拉扯。所以，对于普通的投资人来说呀，这样的一个数字意味着美国经济暂时没有那么差，但是呢，也意味着宽松的可能会变得更慢。接下来呀，市场的博弈会更加的复杂。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判断应该是，这份数据暂时不算失真的特别离谱，但是远没有到可以让人完全放心的程度。而这恰恰就是今年市场最拧巴也最值得警惕的地方。那最后，大家觉得这17.8万的数字最后会被下修到多少呢？评论区告诉我。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